愛國者不夠了，我自己造。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關注最近的戰場動向？由於美軍在中東消耗了大量愛國者，全球攔截飞彈告急，烏克蘭的防空導彈儲量也跟着見底了。這也讓基輔在7月6日的空襲中沒能攔下俄軍的彈道導彈。不過各位先別急，今天我們要講的是絕對讓俄粉氣得跳腳的轉折。就在最近的土耳其安卡拉的北約峰會上，特朗普對着澤连斯基說了一句足以讓普京睡不着覺的狠話：美國將授權烏克蘭生產愛國者。很多人一聽，估計第一反應是這老頭又在講笑話。但是如果你接着往下看，就能明白，特朗普這次還真不是開玩笑。今天我為大家看看這款造價400萬美元一枚的愛國者為什麼會讓俄軍導彈夜不能寐，特朗普又為何允許烏克蘭自產愛國者，更要看看當烏克蘭愛國者生產線全面運轉後，將如何改寫俄烏戰場的防空規則。要想搞清楚愛國者的本地化，我們就得先看看一串数据。不久前，俄羅斯軍隊朝基輔周邊发动了今年規模最大的空襲之一，俄軍一共發射了419個空中目標，包括28枚伊斯坎德爾 K。 最終的結果是大部分俄軍目標都被攔了下来，只是可惜另外28枚弹道導彈全部命中或落地。至於原因，簡單到讓人想哭，烏軍手裡的愛國者幾乎都打光了。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了看愛國者在海灣戰爭，在烏克蘭戰場上一發入魂，但大家忽略了一個問題，戰爭的消耗速度永遠比工厂的流水線快100倍。根據《華爾街日報》和 CSIS 的聯合評估，美軍在對伊朗作戰的短短39天裡，消耗了1430枚攔截彈。要知道，哪怕是洛克希德馬丁這種頂級巨頭拼了老命，目前的年產量也就幾百枚。這就意味着美軍在1個月裡就打掉了全世界幾年的產出儲備。面對這個窘境，烏軍祭出了2招。第一招是省吃儉用，長官拿着記事本在後面盯着，面對俄軍的導彈，一發目標只能打1發。那些原本需要攔截的巡航導彈和無人機，現在通通交給低端的防空炮去隨緣。第二招就狠了，叫極限偷家，與其在天上攔，不如去炸俄軍的導彈工廠。烏軍最近利用自制的火烈鳥巡航導彈，精準點名了俄境內的伏爾加格勒零件廠，把你工廠都炸了，你拿什麼搞空襲？不過這2招終究治標不治本，而正是在這個節骨眼上，特朗普提出了许可證方案。美軍認為本地化生產不僅能優化供應鏈，還能提高愛國者產量以及降低成本。可問題是，愛國者這種人類防空科技的皇冠，真的是想造就能造的嗎？愛國者導彈應該是大家的老朋友了，但很多人都不知道為什麼它這麼強，又為什麼這麼難造。它的全稱叫相位陣列跟蹤攔截目標雷達，名字本身就代表了一套極其複雜的電子系統，而不是一根根管子。它採用的是主動雷達尋導加 TVM 模式，這意味着導彈在10000米高空飛向目標時，它必須在幾秒鐘內完成自主識別。為了實現那種亞毫秒級的撞擊精度，每一個精密萬想節的公差，每一塊高頻電路板的焊接，都得在顯微鏡下完成。更關鍵的是，它還涉及高分子材料學和流體力学的平衡。縱觀全美，只有波音公司的一家特定工厂能產出合格產品。目前提供這套動力系統的是 L3 Harris 公司，想擴建個廠房都得花1-2年的時間去審批和建設。那麼以烏克蘭如今的實力，能自己造出來嗎？我只能說，這反而是烏克蘭最讓人安心的地方。首先是烏克蘭那深不見底的大火箭基因。大家別忘了，蘇聯時代的 SS-18 撒旦洲際導彈，那是在哪兒設計的？在第聶伯羅的南方設計局。那裡的工程師祖祖輩輩玩的就是大推力固體火箭發動機和高精密4伏系統。對於他們來說，愛國者導彈那個直徑只有不到30厘米的彈體，雖然精細，但並沒有超越他們的物理認知。而且烏克蘭還擁有完整的特種鋼材冶煉、大推力固體燃料灌裝以及複雜氣動布局設計能力。你給他們圖紙，他們是真的能看懂，也是真的敢上手開模。其次是烏克蘭在戰火中磨練出的改造能力。他们曾把美制的海麻雀導彈完美塞進了蘇聯時代的山毛櫸發射架裡，把老掉牙的蘇聯雷達通過幾個轉接盒就實現了跟 Link-16 數據鏈的對接。這種逆天手藝證明了烏克蘭在集成系統和數字化接口上的變態天賦。再來是烏克蘭目前的分布式制造體系。為了躲避俄軍的巡航導彈點名，烏克蘭已經把重要的軍工產線全部碎片化了。他們不再依賴某個巨大的產區，而是把零件包供給了幾百個地下車間。這個車間負責磨導引頭的陶瓷罩，那個車間負責焊碳纖維尾翼。蜂群式的制造模式不僅生存率極高，而且出貨效率穩定。特朗普頒發生產許可，
本質上是把愛國者的生產權限直接对接進了這個地下網絡，美方提供最核心的制導芯片和加密軟件代碼，沒腦無深的合作模式，不僅能讓產量翻倍，還能把單枚導彈的成本壓縮到原來的1/3。烏克蘭自己造愛國者絕對不是一個笑話。那麼，當第一座愛國者地下工廠開工的那一刻，烏克蘭又將如何改寫俄烏防空戰局的天空？在聊烏克蘭自產愛國者前，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你認為未來的防空將是什麼模樣？我必須嚴肅地告訴大家，烏克蘭真的實現愛國者的本地化量產，就絕對不是多幾枚導彈那麼簡單。這將直接標誌俄烏戰場正式進入了消耗戰 2.0 時代。以前是烏克蘭求爺爺告奶奶的向盟友要導彈，用一枚少一枚。據說在這種心理壓力下，前線指揮官甚至連開雷達都要算着電費和彈藥錢。當然，如果導彈能像餃子一樣從自家的地下產線裡走出來，那情況就完全不同了。烏軍可以毫無顧忌地在邊境線構築起一道飛彈長城。以前愛國者是躲在基輔護院的，以後他們可能直接部署在哈爾科夫的前哨。只要俄軍的蘇34、蘇35敢露頭，迎接他們的將是無窮無盡的攔截彈。更絕的是，這會徹底廢掉俄羅斯的地毯式空襲戰略。目前俄軍之所以能放肆，是因為他們看準了基輔攔截彈貴、數量少，他們用廉價的自殺無人機去騙攔截彈，然後再用昂貴的彈道導彈收割，這一招怎麼用都不過時。但是如果烏克蘭手裡握着成千上萬枚本地化的廉價愛國者呢？那幾乎預示俄軍的饱和攻擊直接變成送人頭，俄軍的後勤和兵工廠也面臨前所未有的压力。畢竟你的飞彈生產速度難道能快過整個北約體系加持下的烏克蘭地下工廠嗎？為什麼烏克蘭現在連莫斯科和鄂木斯克的煉油廠都敢炸？因為烏克蘭能夠運出更多的防空力量去護住自己的電網和油庫。當烏克蘭的防空網變得像宙斯盾一樣密不透風時，普京手中那張每枚導彈騷擾的牌就徹底爛在手裡了。好了，本期烏克蘭或愛國者導彈生產許可證的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各位認為烏克蘭的本地化生產將在何時正式實現？歡迎大家在評論區留言討論，感謝各位的點讚和關注，咱們下期視頻再見。